每个人都是月亮，总有一个阴暗面，从来不让人看见。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，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，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。原则是偏见的另一个名称。保持身体健康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吃点儿你不想吃的，喝点儿你不想喝的，以及做点你不愿做的事情。每当你发现自己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边，你就该停下来反思一下。有皱纹的地方，只表示微笑曾在那儿待过。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，谎言就能走遍半个世界。紫罗兰把它的香气留在那踩扁了它的脚踝上，这就是宽恕。不要把事实告诉不值得的人，永远要像你不需要金钱那样的工作，永远要像你不曾被伤害过那样的爱，永远要像没有人在注视你那样的跳舞，永远要像在天堂那样的生活。喜剧就是悲剧加上时间。即使闭起嘴看起来像个傻瓜，也比开口让人家确认你是傻瓜来得强。一个人最危险的敌人是他自己的口舌。不要放弃你的幻想，当幻想没有了以后，你还可以生存，但是你虽生有死。每天务必做一点你所不愿做的事情，这是一条最宝贵的准则，它可以使你养成认真尽职责而不以为苦的习惯。人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，或是唯一该脸红的动物。远离那些企图让你丧失雄心的人吧，小人经常如此，而真正的伟人会让你觉得你也可以变得伟大。人生最重要的2天，就是你出生的那天和你明白自己为何出生的那天。旅行是消除无知和仇恨的最好方法。绝不要和愚蠢的人争论，他们会把你拖到他们那样的水平，然后回击你。强者藐视困难，弱者仰视困难。如果你收养了一只饥饿可怜的狗，并且让它舒适顺利，它将不会咬你。这便是一个人与一只狗之间最主要的差别。
当我7岁时，我感到我父亲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。当我14岁时，我感到我父亲是天底下最不通情达理的人。当我21岁时，我忽然发现我父亲还是很聪明的。我从来不让上学耽误我的学习。在所有的动物中，只有人类是残忍的。他们是唯一将快乐建立在制造痛苦之上的动物。良好的教养在于隐藏我们对自己较佳的评价，以及隐藏我们对他人较差的评价。人的思想是了不起的，只要专注于某一项事业，就一定会做出使自己感到吃惊的成绩来。勇敢并非没有恐惧，而是克服恐惧，战胜恐惧。如果你的朋友们开始夸你看上去多么年轻，那就是你正在变老的确据。愤怒是一种酸，它对储存它的容器的伤害大于它对任何接触它的物体的伤害。让我们陷入困境的不是无知，而是看似正确的谬误论断。永远说实话，这样的话，你就不用去记你曾经说过些什么。真诚的朋友，良好的书本和沉睡的良心，这就是理想的生活。经典之作是人人皆称赞却不愿去读的书。当你为爱情而钓鱼时，要用你的心当作饵，而不是用你的脑筋。我们要努力把一生好好的度过，等到死的时候，那就连殡仪馆的老板也会感到惋惜。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从别人那得到一句赞美，那就自己送自己一句吧。每条纬线都认为他只要获得了权力，就可以成为赤道。别到处埋怨这个世界欠你一个美好的生活，世界什么都不欠你，它比你先到。他的感觉就像一个人高高兴兴地跳着去看彩虹，结果却被雷劈了。如果我生下来就是80岁，而慢慢长到18岁的话，人生会更加快乐无穷。习惯就是习惯，谁也不能将其扔出窗外，只能一步一步地引下楼。
幽默是一股拯救的力量。历史不会重演，但总会有惊人的相似。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富有的，那么所有的人都是贫穷的。20年后，让你感到失望的不会是你做过的事，而会是你没做过的事。缺乏钱财是所有罪恶的根源。年轻而悲观是最悲惨的事。在人生的前半，有享乐的能力，而无享乐的机会；在人生的后半，有享乐的机会，而无享乐的能力。生命如此短暂，我们没有时间去争吵、道歉、伤心、斤斤计较。我们只有时间去爱，一切稍纵即逝。悲伤可以自行料理，而欢乐的滋味，如果要充分体会，你就必须有人分享才行。读养生保健的书，可得加小心，没准一个印刷上的错误就会要了你的命。爱情来到的时候，你既不能和他理论，也不能跟他讲价钱。要伤透你的心，那就需要你的仇人和你的朋友合作才行。一个对你进行诽谤，另一个把消息告诉你。不懂的事，你自然会多加小心。忍耐的尽头就是天国。想出新办法的人，在他的办法没有成功以前，人家总说他是异想天开。美貌和魅力原是两种要命的东西，幸而不是所有的美女全都有魅力，往往是相貌平常的女人，反而到另有一处妩媚之处。领先的秘密在于开始行动。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，再依照毛里求斯的风景创造天堂。不尊重别人信奉的神，就是真正的不敬。猫与谎言最大的差别是，猫有9条命。希望好像一个家庭，没有它，你会觉得生活乏味；有了它，你又觉得天天为它辛劳是一种烦恼。他发现了人类行为的一大法则，那就是为了要使一个大人或小孩极想干预某样事情，只需要设法把那件事情弄得不易得手就行了。
摆脱了奴役和罪恶的束缚，摆脱了庸俗和野蛮，生命就显得有生气了。巨大的财富对于一个不惯于掌握钱财的人是一种毒害，它侵入他的品德的血肉和骨髓。快乐不是一件自我存在的东西，它仅是与其他不快乐的事情的一个相对比照。这就是快乐的整个情况。一个奇怪的、虚荣心十足的、令人生厌的女人，我看我实在无法喜欢她，除非是在汪洋大海中的一只木筏上，见不到其他粮食的时候。在所有的动物当中，人类是最残酷的，是唯一将快乐制造在痛苦之上的动物。面对生死绝境，人性就彻底暴露在每个人的眼前。经常要坦白地承认一项过失错误，这将使你的上司意料防备不及，才会给你一个机会去犯更多的错误。凡是一个人非做不可的事，都叫做工作；凡不是一个人非做不可的事，都叫做娱乐。一个人要在年轻的时候感到世界上一切都生气勃勃，趣味无穷，那才需要钱财啊！老天爷为什么不把通常的过程颠倒一下，让多数为首先获得财富慢慢把它花掉，然后他们在不需要再有钱的时候变成一个穷光蛋死去呢？手里拿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。一句好的赞美足以陪伴我2个月。黄金时代在我们面前，而不在我们背后。巨大的财富具有充分的诱惑力，足以稳稳当当地起致命的作用，把那些道德基础并不牢固的人引入歧途。和某人旅行，是发现你究竟是喜欢此人还是讨厌此人的最好方法。人类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武器，那就是笑。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拥有一项资产，它比其他所有的资产价值都高，就是他最后的一口气。不阅读好书的人和不能阅读的人一样没有优势。首先去取得你的事实，然后你才能够随心所欲地扭曲误解它。亚当是全世界最幸运的男人，因为他没有岳母。
女人一辈子都在成千上万件时装中寻找最美丽的一件，却忘记了最美丽的衣服其实就是她们的身体和肌肤。时光荏苒，生命短暂，别将时间浪费在争吵、道歉、伤心和责备上，用时间去爱吧，哪怕只有一瞬间，也不要辜负。你能找一个理由让自己伤心，也能找一个理由让自己快乐。虚假的谦让一出现，真正的谦让就及时消亡。欲望和吸引力是随时都可能消失的。宁愿在谢武的森林里当1年绿林好汉，也不愿当一辈子的美国总统。每一个人一生都有2种时候不应该投机冒险，一是他有本钱投机的时候，二是他干不起的时候。嗓子大证明不了什么事情，只生下1只蛋的母鸡也常会咯咯叫，像是生下了小行星似的。就算给人以愚笨的印象也不要紧，这样的特质可是友谊维系终身，只要不向对方借钱。谁没有蘸着眼泪吃过面包，谁就不懂什么叫生活。一次，马克·吐温应邀赴宴，席间他对一位贵妇说：“夫人，你太美丽了。”不料那妇人却说：“先生，可是遗憾得很，我不能用同样的话回答你。”头脑灵敏、言辞犀利的马克·吐温微笑着回答：“那没关系，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说假话。”构成生命的主要成分，并非事实和事件，它主要的成分是思想的风暴。它一生一世都在人的脑中吹洗。预言是人类唯一一项无法由练习而改善的技术。善意是耳聋者可以听懂，目盲者亦能看见的语言。缺钱乃万恶之源。让每一天都有机会成为你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。世界上有3种谎言：谎言、该死的谎言，还有统计数据。幽默的秘密源泉并不是欢乐，而是悲伤。天堂里没有幽默。一本怀有恶意的书籍将不会伤害到任何人，除了写作它的傻瓜。
小错与大错有什么区别？如果你从餐馆里出来，把自己的伞留在那儿，而拿走了别人的伞，这叫小错。但是，如果你拿走了别人的伞，而把自己的伞留在那里，这就叫大错。一个人若有一茶识头脑，便会有一分傲气。最严重的寂寞，是无法与你自己安然相处。跳舞像没有人看着那样，热恋像从未受伤一样，唱歌像无人听着那样，活着就像把人间当天堂一样。让你陷入困境的并不是这个世界，真正让你陷入困境的是这个世界并非你所想象。思想和灵魂处于贫乏状态时，吃饱肚子的意义不大，